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赵丽颖联动布达拉宫，还有多少惊喜藏着呢？堪称专业配音演员，这恐怕是破圈第一人了。赵丽颖竟然转行了，从初入演艺圈的青涩新人，到如今手握多项荣誉的实力派演员，再到成功跨界成为令人惊艳的声优。赵丽颖用她的努力、坚持与才华，不断突破自我，重新定义着明星的价值与边界。从演员到声优的惊艳转身。2025年元宵节前夕，纪录片《布达拉宫》第2季的预告片一经释出，便在观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。片尾字幕中旁白配音赵丽颖的字样，让无数人感到意外。这位在演艺界早已声名赫赫的85花顶流，再次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闯入大众视野，刷新了人们对她的认知。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，赵丽颖全身心地投入到配音工作中。她用温润而富有张力的声线，将布达拉宫的千年历史、晨钟暮鼓、转经筒的吱呀声响以及酥油灯的明明灭灭，完美的编织成了一部听觉史诗。制作团队透露，他为了追求最真实的声音效果，坚持用实景录音设备在布达拉宫红宫回廊录制。这意味着他每日都要在适应高原反应的情况下工作6小时，忍受着高原环境带来的身体不适，却从未有过丝毫退缩。赵丽颖在配音领域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，堪称对配音界的降维打击。在解说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诗时，他将世间安的双拳法的无奈，通过声带微微震颤的哽咽表达得淋漓尽致，让听众仿佛能感受到仓央嘉措内心的痛苦与挣扎，这种情感穿透力直击人心。为了精准呈现藏文化的独特韵味，他进行了藏语发音特训。在表达扎西德勒这句祝福时，他的发音精准到位，韵律优美，展现出了深厚的文化感知力。他对藏文化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表面，而是深入到了每一个细节之中。在构建声音的空间感方面，赵丽颖同样表现出色。她用声音塑造出了从雪域高原到经堂佛殿的立体声场，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，能够感受到高原的广袤与佛殿的庄严。她的声音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，打开了通往布达拉宫的声音之门。在当今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，爱语音合成技术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。当制作方提出采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时，赵丽颖团队明确拒绝。他们坚定地认为文化遗产需要人类情感的共振频率。正是这份坚持，让纪录片保留了 0.03 秒的呼吸停顿、0.15秒的唇齿摩擦声等珍贵的人声细节。与 AI 语音合成相比，赵丽颖的真人配音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。爱语音合成虽然能够模拟出各种声音，但它只是基于算法的情绪模拟，缺乏真实的情感温度。而赵丽颖的配音则是将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灌注其中，每一个字、每一个音都饱含着她对作品的理解和情感。在文化理解方面，爱语音合成只是简单的从数据库中调用相关信息，而赵丽颖为了更好地诠释纪录片，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藏文化研习。她深入了解藏文化的历史、宗教、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，从而能够在配音中准确地传达出藏文化的内涵。在即兴创作方面，爱语音合成只能按照固定的模板进行，而赵丽颖则能够根据现场壁画等实际情况即兴调整语速。当她看到精美的壁画时，会根据壁画所传达的情感和氛围，灵活地调整语速和语调，使配音与画面更加完美的融合。比如，在描绘一幅展现藏民盛大节日庆典的壁画时，她的声音会变得欢快、激昂，语速加快。
以传递出节日的热烈氛围。而当面对一幅描绘静谧的修行场景的壁画时，他的声音则会变得轻柔、舒缓，语速放慢，让听众仿佛能感受到那份宁静与祥和。这种根据实际情境进行的即兴创作，是 AI 语音合成难以企及的。它赋予了配音作品更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。在影视剧普遍采用 AI 配音降本增效的当下，赵丽颖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。她自费聘请声乐导师进行气息训练，不断提升自己的配音技巧。为了准确表达坛城沙化成住坏空的哲学意境，她专程赴青海塔尔寺观摩制作全程，深入了解坛城沙化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。在数字人主播席卷传媒业的时代，他用自己的真声守护着文化纪录片的人味，为行业树立了榜样。他的坚持让人们看到，在追求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同时，艺术的品质和文化的传承同样不可忽视。他的行为也促使行业内的其他从业者重新审视 AI 技术在艺术创作中的应用，思考如何在利用新技术的同时，保留艺术的灵魂和人文的温度。赵丽颖这次在配音领域的跨界并非偶然，而是她长期积累和不断突破的结果。早在2024年央视国庆晚会，她就曾用3种声线演绎《百年风华》中的女学生、战地记者、航天工程师角色，展现出了惊人的声音可塑性。回顾赵丽颖的声音进化历程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成长与进步。2015年，她在《花千骨》中原声出演，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声线，创造了收视神话。那时的她，声音中带着青涩与灵动，将花千骨的纯真与坚韧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们记住了这个充满活力的声音。2022年，她为动画电影《敦煌守护者》配音，获得了澳门电影节最佳配音提名，这是对她配音能力的一次重要认可。在这部作品中，她的声音更加沉稳，对角色的情感把握也更加精准，展现出了她在配音领域的潜力。2024年，她在央视晚会的配音首秀中，弹幕量突破200万，展现出了强大的观众影响力。而2025年为布达拉宫纪录片配音，豆瓣开分9.2，更是证明了她在配音领域的卓越实力。从最初的青涩尝试，到如今的游刃有余，她的每一次发声都见证了她的成长与蜕变。在拉萨录制期间，赵丽颖展现出了对工匠精神的极致追求。她建立了声音日记，每日记录海拔气压对声带的影响，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，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声方式。她还绘制了布达拉宫119个空间的声音反射图谱，以便更好地掌握声音在不同空间的传播特点。同时，他收集了27种转经筒转动速度对应的音频样本，为纪录片的配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他的这种对细节的执着追求，对工作的认真负责，正是工匠精神的体现。他不满足于表面的呈现，而是深入到每一个细微之处，力求做到尽善尽美，为观众呈现出最完美的听觉体验。赵丽颖与布达拉宫纪录片的合作，开创了明星与文物纪录片的深度联动模式。据西藏文旅厅数据，纪录片上线后，布达拉宫预约参观量环比增长320%，其中18至25岁观众占比提升至47%。他的配音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布达拉宫的历史文化，也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关注传统文化。这部纪录片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传播和讨论。在抖音上，赵丽颖声音穿越布达拉宫话题播放量破8亿，成为了热门话题。网友们纷纷分享自己对纪录片的感受，对赵丽颖的配音赞不绝口。在知乎上，如何评价赵丽颖的配音水平？问题登上热榜前3，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烈讨论。
大家从专业角度和个人感受出发，对他的配音进行了深入分析。在豆瓣上还组建了声访布达拉宫听音打卡小组，大家一起分享对纪录片和赵丽颖配音的感受。这些破圈传播效应让布达拉宫的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，也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。赵丽颖的这次成功尝试也对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国家广电总局将该项目纳入中华文明视听工程重点案例，给予了高度认可。这不仅是对赵丽颖个人的肯定，也是对这种明星与文化纪录片合作模式的认可。央媒发起了寻找文化遗产好声音计划，鼓励更多的人关注文化遗产的声音传播。这一计划的发起，旨在挖掘更多能够传递文化遗产魅力的声音，让文化遗产通过声音的形式走进更多人的生活。北大开设了明星文化传播力研究课题，从学术角度对明星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。通过这些研究，能够更好地探索明星在文化传播中的角色和价值，为未来的文化传播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法。从廊坊电子厂女工到收视女王，从金鹰视后到配音艺术家，赵丽颖的每一次转身都充满了惊喜，打破了行业的想象。在布达拉宫纪录片发布会上，当被问及下一个挑战时，他望着大昭寺金顶微笑着说，或许该试用藏语演唱主题曲。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，让我们明白，只要有梦想，并为之努力奋斗，就一定能够不断突破自我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。